你别叫我爸，你看看啊，你看看，你看看，我帮你。怎么会这样？真是太危险了，就差一道防火墙。今儿幸亏你们来了，要不然事儿就大了。哎，以前发生过这样的攻击吗？没有，就这是第一次。这也太巧了吧！是挺巧的。来，咱们把数据整理一下，我带回去好好分析分析。这是网络被攻击的全部资料。这回32所的网络受到攻击，幸亏让庞建赶上，才算是有惊无险的。随时都可能出现新情况，这对我们是一次警钟。网络被攻击的时候，沈小涵一直在玩游戏，他没发现。沈小涵也是6人名单里的。对呀。所以你们认为这是一次偶然的黑客攻击，还是有预谋的里应外合？调沈小涵资料。翠娥呀，这件事情如果弄不好的话，后果很严重。你想想，一个涉密单位啊，上班的时间在那块接外网打游戏，这是一般的错误吗？啊，不是一般的错误啊！昨天晚上，他让我亲自撞上了。不是没出什么大事儿吗？你呀，借机啊，好好跟他谈谈，吓唬吓唬他就完了。不行不行，啊！你想想啊，如果我不能够啊王子犯法以庶民同罪的话，我还怎么去管理别人啊？你可真会夸自己！哎，他是王子，那你是什么？保密王？啊？妈，你别说我爸了，这回，爸，我准备辞职了。小涵，起什么哄啊？你这哪儿跟哪儿啊？你就辞职？妈，您不知道这单位根本就不适合我，正好这回碰上这事儿了，我走人不就完了吗？赶紧劝劝啊！妈，你别劝我爸了，我决定了。你这是什么情绪？啊？什么情绪？怎么了？让你停职就是先不让你管理那种网络工作，毕竟你是这个犯了错误的人吧？爸，我是犯错了，可没造成什么损失啊。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我辞职就是因为不想您因为有我而抬不起头来，我也不想自己抬不起头来。你看，哎，
你看你这把儿子这都逼成什么样了？看来到现在你还没有认清楚自己的问题呀！啊，没造成损失，要是真造成损失的话，那就晚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让你担当重要的职务啊？啊，你呀，还是好好管管你的硬件维修，反思一下自己。爸，你是大义灭亲也好，是铁面无私也好，行，我认。谁让是我做错了呢？可您不能这么侮辱我！我侮辱你？硬件维修和劳动改造有什么区别啊？你都让我去劳动改造了，你这还不是侮辱啊？我就是要侮辱你，就是要让你劳动改造。怎么了？啊，沈小涵，你但凡能听我，哪怕是一句话，你就不会有今天的。我自取其辱行了吧？爸，您就再等我一天，就一天。打明儿起，我就不再是这322所的人。站住！我辞职了，我再也不会丢您的脸。王晓，王晓，哎，我正找你呢。你搬家呀？搬这么多东西啊？搬什么家呀？我辞职了。辞职了？我才不相信呢！有什么不相信的？真的，肯定骗我！我真没骗你。我在工作中犯错了，所以就辞职了。你犯什么错了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错。哎，你说我这种人要不犯错还是我吗？今儿啊，我是来向你道个别，以后咱见面的机会肯定少了。我是特意来看你的啊，你可别偷着乐。美的你吧？哎，那你辞职了以后你干什么去啊？这还难得住我？以后再说呗。方瑶，吴玉生同志啊，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奋发向上的好青年，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哎，你别闹了！哎，你听我说，我这想转成正式的还转不成呢。你守个铁饭碗，怎么说辞就给辞了呀？什么铁饭碗啊？我看就是个金箍。金箍？哎，你说的什么金箍啊？你没看我爸天天给我念咒吗？哦，你的意思，你爸是唐僧啊？哎，你说这天天念金箍咒的不是唐僧，难道还是猪八戒呀？哎，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呀？这不是我说的。行，我不跟你贫了，我走了。记住我对你说那句话，严肃的那句。哎，你这么就走了？哎，给宝宝做点好吃的啊，替我向他问好。哎。哟，吴伦，晚上要加班啊？是啊，不加班该来不及了。好，好，好，好。什么质量啊，这是，还进口货呢。
你们这可够严的啊！要找你还得你下来签字。哎呦，你不看这保密分使馆？也是啊，小韩都被他爸的保密照给逼辞职了。你说什么？小韩辞职了？对啊，哎，就今天的事儿，你不知道啊？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不把这儿弄好啊，我比他还惨。这个是原装电源，那个是这个备用箱里的备用电源。哎，这两个电压也不一样啊，这个110，这220。这个倒没什么吧，人家本国呀都是110的，这不出口了就220了吗？这台机器没给改过，所以呀就给备了一个220的。真是的。不是，那这220的也少一接口啊。这不就在这儿了吗？就这个干嘛使的呀？这个？哎，那机器现在是什么问题啊？是不开机啊，还是怎么的？我哪敢开呀我？嘿，你先试试，先试试。啊？你先换上新电源试一试。哎，哼，经验主义吧？你呀，就是在研究所里待的。我怎么没想到呢？你看看，一切正常吧？不是，那你说，那根线是干什么使的呀？这什么级别的东西啊？啊，说没地儿插就没地儿插，那不能够。这个元件干什么使的？这说明书上就没写吗？你别看了，我都看了 N 遍了。看来啊，我真是死路一条了。别介呀，兄弟，咱们还没到山穷水尽那一步呢，差得远呢。你看，这机器自检不是不缺东西吗？啊，你就甭管它，然后啊，你别跟别人说。哎，你现在好了是吧？明天要出事儿了呢。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咱们虽然不知道人家这高科技是干嘛用的，咱们就不管它了。明天找一个这样的电源，可是不成问题啊。明天天一亮我就去找，然后呢，你偷偷的把新的换回去。小李。小李啊，辛苦了啊！瞧你说的，不辛苦。哎，好。哎呦，您来的呀，一天比一天早。人呐，年纪一大，觉就少。你看这天一亮我就醒了，索性我就过来算了啊。哎，昨晚情况怎么样？您看，没事儿，一切都正常。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嗨，代工请来的，说是维修机器的。12点半。对，那个好像出点什么问题，看那样子还挺着急的呢。嗯。哎，沈书记，您够早的呀。小吴，你也挺早嘛啊？嗨，今天新服务器刚刚调试好，我说早点过来准备准备。新服务器不是戴鑫调的吗？对，就是他。哎，对了，沈书记，有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哦，啊，来，哎，什么情况？昨天晚上我本来打算过来加班，后
后来想去戴鑫的机房里看看他那边的工作进度，后来他不让我进，看样子还特慌张，结果他把整个大灯都给关了。怎么讲？反正我觉得挺不对劲儿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倒没什么了。沈书记，自从上次的事儿以后，我特别注重自己工作上的安全和保密，时刻都在提醒着自己要提高警惕呀。这就好啊，人呐，犯错误总是难免的嘛，是吧？关键是要吃一堑长一智，这样才能进步，你说对不对？您说的太对了。忙去吧。哎，您忙。哎，沈书记您忙。哎。戴鑫，沈书记，您刚才吓了我一跳，你怎么来这么早啊？看见你在这儿，过来打个招呼。啊。怎么，新服务器调好了？好了。哎呦，您消息可真够灵通的。昨晚调试顺利吗？啊，顺利。昨天下午4、5点钟就弄完了，然后晚上我再也没弄它。昨天晚上12点就睡了，这两天太困了。喂，沈书记。五处吗？您说话方便吗？方便，你说吧。星讯项目组的负责设备的戴鑫，昨天夜里他值夜班的时候，带进来一个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对，夜里12点半。说是来维修机器的。不是，吴伦也给我反映了，说昨天晚上戴鑫很不对劲儿。他想进机房都没让他进。他现在人在哪儿？在所里。好，我马上就到。戴鑫啊，这几位同志要找你谈谈。坐吧。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带人来所里了？啊。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有点多余。门口的登记簿上写的清清楚楚，而且有你的签字。你就直接告诉我吧，这个人是谁，他来干什么？其实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这样的，我昨天把咱刚进的那个大的处理器的电源线给弄坏了，我着急，我就打开看，然后自己装我也装不上，没有办法了，我就把我大学同学给叫来了，叫来以后来回来去的，总算给导上了，但是有根线呢，它就是装不上，我们也没办法了。其实我真不是故意要隐瞒这事儿的，我就是害怕。昨天晚上，戴鑫在调试新设备的时候，电源发生了故障。在更换电源的同时，发现老电源比新电源多了一根电源输出线。这根线呢，就是给这个元件供电用的。
哎，小庞同志，这真的就是一个发射器啊？我想应该是吧。我把它拿回去呢，再确认一下，然后我再把服务器整个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没有。庞姐，抓紧去吧，有什么情况及时给我汇报。好，那我先走了。鉴定报告出来了，这就是一个高频发射器，而且是目前最高端的型号。哟，这里面还有一个微星存储器，只要服务器接上电源，它就会自动被激活，把服务器里面的数据发射出去，而且还不影响服务器的正常工作。发射范围是多少？150米。150米，那不就在我们所里吗？来，我们看一下。好。这是322所的主楼，看，这是150米的半径。这儿、这个，还有322所，全都出去了。您看啊，如果说要搜索的话，招待所和绿化带比较好办，就是东华小区和华清西路比较麻烦。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还不知道对方安的是中转器还是接收器。中转器，一般呢，像这种功率不大的发射器，会需要一个中转设备做跳板，接收到信息后呢，再发射到更远的地方。啊，当然了，也不排除有人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接收。那你这服务器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没有了，其他的都很正常。如果间谍是提前安装了发射器，那他们现在应该正准备接收，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找到这个接收信息的人，所以我们不如来个将计就计，就把这个发射器安装在另一台服务器上，让它正常的工作。我们可以用这种假象来迷惑对方，也可以为我们找到目标争取时间。同时，只要它这个接收不中断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它这个信号传输，找到他们最终的接收源。那咱们发射什么呢？找一个非常懂专业的人，让他编一套可以以假乱真的数据。是戴鑫吗？他，哎，现在能排除对戴鑫的嫌疑吗？现在用它是最好的试金石。啊，来了哈，来，坐。坐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我愿意。知道你给服务器上安上的新电源为什么少一个插口吗？为什么呀？这是一个特殊的发射器，只要服务器开启，它里面存储的所有数据就会打包发射。发射？是。发射给想要得到这些数据的人。明白了吗？明白了，就是说有人想窃取我们服务器的数据是吧？没错。这事儿，您跟我说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需要这个发射器正常工作，那就需要有一个人做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数据。这个人呢，我们认为你比较合适，因为你对这个事件前前后后比较熟悉，对星讯6号呢也比较了解。戴鑫呐，我相信这个工作的性质，你应该明白，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严肃地对待。
当然了，你也可以拒绝。不，我接受。这就是你的工作室了。门，锁上。钥匙，这门要小心啊。我一直以为这是车库呢，怎么改成机房了？跟踪器已经安装完毕，把发射器装好了就可以用了。哎，戴鑫，这套技术你比我熟多了，要不然这跟踪器你来装。别介，你厉害，还是你来吧。怎么样，我们这工作室还行吧？比我想象的强多了。那你别光顾着看了，装好了就要工作了。哎。好了，模拟数据全部完成。现在输入吗？输入。数据已经准备完毕，发射器准备开启，完毕。2号已经开始搜索，完毕。开启发射器。但愿能找到。咱们先把322所的主楼扫一遍，然后去后院招待所。如果都没有的话，就只能出去找了。中转器有多大？多大都有，最小的跟一钢镚那么大。啊？那不就是大海捞针吗？只要还有针，我们就能把它捞出来。你是真傻假傻，你也刚刚听过吗？是不是？哎，宝宝，你怎么来了？宝宝，你不能跟我们去点去啊！上那儿把香菜撒上，上那边玩去啊！走了，走吧，快走啊！帅哥哎！
那帅哥怎么样？不怎么样啊，比你家顾雨生强多了吧？没觉得。你眼里就只有顾雨生。哎呦，你好，周组长。你好，你好。书记已经交代过了，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好好好。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出去了。按照你们的要求，安排他们今天去体检。他们大概多长时间回来？3、4个小时，没问题吧？那真是非常感谢你们的大力配合呀！没问题，没问题。哎，你们这招待所还可以养狗呢？哦，是宝宝，就是方瑶收养那个流浪犬，特懂事儿。我们这客人少，就没关着它。你好，你好。哎呀，你好。这就是宝宝啊，他是宝宝。刘儿，这房子你随便住，楼上楼下，你的朋友来了，愿住哪间住哪间。对对对，我就在2楼东边数第3间。好好好。吴硕，吴硕，接收到一次发射，只持续了4秒，信号不强，但是很清晰。好极了，马上通知刘志军。1号呼叫2号，1号呼叫2号，哎，又一次。2号，2号。2号收到，我们正在招待所2号楼进行检查。我们刚才接到了2次发射。真的？对，2次都是4秒，间隔是1分钟。信号强度怎么样？信号不稳，但是从它的发射频率看，应该离你们很近。好，我马上查。招待所？对，在招待所发现了2次接收信号，另外就是对罗教授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哦，你想，如果是罗教授的话，他用不着在发射器上下这么大功夫。我也这么想过，要是你也这么想啊，我就放心了。那就这样，有什么事咱们电话联系。好。哦，还有啊，吴硕啊，咱们得劳逸结合，别一弄到半夜。再说了，你还有孩子呢。好，谢谢。怎么样？6点20分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根据庞建那里的消息，现在先锁定这排的4个房间。可是我们都已经找了好几遍了，还是没找到。这个查了吗？查过了。
还是其他碰见。到底藏哪儿了呢？夜深了太静，容易引起注意。今天先这样，明天再来。好，老头，给我。能马上通知旁店那边收工吗？好。头儿，您的车去哪儿了？镜子，找到了。取样。哎，你坐。好消息，走。好消息。哎，找着了。我呀，太没白等了。哎，在那个招待所里头，在326房间空调的通风口里有一个中转器。哎呀，要说你们呐，是真厉害呀！啊，不佩服都不行。这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个开始而已。哎，招待所是322所和外界的一个接口，而且是我们已经排除了嫌疑的。可这中转器恰恰就安装在里边，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漏洞。我们必须马上制定下面的工作计划。对方处处占了先，我们争取利用找到中转器这个机会，把被动变为主动。我们的方向有2个，一个是查清楚安装中转器的人，另一个是寻找接收信号的人。我觉得找到安放中转器的人更为重要，因为这个人很可能就隐藏在招待所里，而且他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卫星数据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那咱们就把招待所里每个人都查一遍，我就不信整不着这个内鬼。招待所客房的流动性很大，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个人一定就是招待所内部的人。对，我们招待所呀，经常来一些外单位的人，流动量确实很大。按既定方针办，寻找接收信号的人。招待所不查了？不但要查，而且马上就查，但不能打草惊蛇。招待所一定有内鬼，但这个人不会轻易就逃跑。
如果惊动了这个内鬼，接收信号的人肯定会消失。你带上人到招待所周边布控，一旦有了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他们使用的 MG5型中转器的发射半径大约是1到1.5公里。这是以中转器为圆心，有1所中学、1所小学、2所幼儿园、1个购物中心和322所自己的家属区，以及另外4个住宅小区。不包括家属区的话，4个小区一共有17639套房，目前有居住的是12332户，登记的常住人口是43554人，外籍42人。哎呀，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呐！而且，如果他们要是只接收不发射的话，那么我们的搜索装置并不容易找到他们，除非迫使他们使用放大器，加大这个接收的功率。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搜索才会有成效。带薪传出去的假消息，也不知道能撑多久。先做重点区排查。住房、出租房屋、近3个月出租的房屋。空房、外籍、住宅用地、志军，先去福华公寓。招待所从明天开始进行全面监控。另外，沈书记，我们需要一份招待所近3个月的住宿登记。没问题，明儿一早啊，我就和老朱联系。来，喝点水，喝点水。谢谢。这次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看来不是一般人干的。要不这点红漆，我们什么都发现不了。那也是他唯一疏忽的地方。唉。高手过招啊，真是一丝一毫都能决定最终的胜负。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庞局说的对。哎，庞局，小庞，你沈书记，你别听他说。2号呼叫1号，2号呼叫1号，已到达指定位置。重复一遍，已到达指定位置。1号收到。
干扰器已经开启，完毕。以后他们要是再想接收的话，就必须用放大器了。刘队，2号呼叫1号，2号呼叫1号，出现反干扰，出现信号反干扰。2号注意，一定锁住目标，立即行动。2号收到，完毕。我们刚发现了中转器，他们就不接收了。如果不是技术和硬件出了问题，那就是人出了问题。人？有人把消息透露给接收人，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察觉到我们发现了中转器了。那你是说，咱们自己的人里面有问题？假如不是我们自己的人，那这个人又会是谁呢？是，那就应该是安装中转器的人呐。对，而且这个人很可能没走远，甚至还就在招待所里面。明天除了住宿名单，还有招待所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在那常住的，也包括常来常往的，全都细查一遍。今天就这样吧，您早点回去休息。那好，我先走了。境外间谍密集攻击我国的网络系统，对我国的秘密构成重大威胁。这是安全局今天送来的。最近连续发生了几起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网络进行攻击的事件，受害的有国家机关，有科研院所，形势很严峻。你把材料带回去好好看一下。汤书记，我想对322所的电脑网络系统进行一次检查，我发现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漏洞，也许还有一些没被发现的。至少我们先把内部的问题先排除掉。尤其现在，所里是不是有他们的内应还不好说。什么叫不好说？其他的进展怎么样？他们是多管齐下。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刻弃而不用，所以几条线索能够跟进的余地都不是很大。看来我们以前的估计还是有些不足啊。你有什么新的思路没有？
之前呢，我们一直都是把注意力放在跟星星6号有直接关系的几个人身上。现在我想重新调整一下，这次就想以招待所为中心，重新排查一遍。好，你这个切入点好。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的，尽管跟我说。沈书记把招待所近3个月的住宿记录都传过来了。我和庞健分析了一下，如果把时间和动机这些因素都考虑到的话，嫌疑最大的就是这个人蔡明远。他在服务器运达的前一周，在326房间住过1个晚上，并且第2天就出国了。出国了？对，确实有点巧合。他的嫌疑非常大。这是他们原单位提供的一些信息。他在国外有不少亲戚，这回出国他是辞了职走的，根本就没打算回来。根据对现场消防杆的长度和那块漆的位置看，作案人的身高应该是不超过1.7米，而这个蔡明远是1.83米，而且作案人的臂力应该是比较弱的，所以才会擦掉一块漆。照你的分析，这个人可能是个女性。对，女性，有点意思啊。会不会是职工家属？有可能。可是咱们把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已经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啊。那再把家属查一遍，那可费劲了。就怕是查了一遍以后还是一无所获，作案的人也早就离开招待所了。看来我们得重新梳理一下思路。Any news from Shen Xiaohan? Not yet. He should have got our email by now. You bet he should. If he gives us what we wanted, it would be a shortcut for us, and the loss of the emitter wouldn't even be an issue. Here he is. And? He's filled with the fog. It's definitely useful for us. I'm forwarding it to you right now. Thumbs up for our inside rat 322. I'll give it to Little H right away to have a look at it. Wait for my news. Okay. It looks like we've got some new issues. What's that? 322 is gonna break through the firewall on Monday. So? Well, it's Friday now, Beijing time. So that means we have 3 nights and 2 days in total. If we want to break through with Shen Xiaohan, we've got to get the password by that time. Otherwise, it's of no use. I'll be on it right away.喂，您好。您好，请问您是沈小涵先生吗？是，我是。您哪位？沈先生您好，我是瑞金公司中国分公司人事部。哦，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吗？您发回的调查表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主任想见见你。您看
什么时候方便呢？哦，我什么时候都方便，时间你们安排。那好，明天上午11点。米罗咖啡厅可以吗？可以可以，那咖啡厅我老去。这样，您到了以后给我们主任打电话。他的电话我们给您发到邮件里了。罗恩是吧？谢谢啊。再见。再见。工作在哪里呀？工作在哪里？工作就在我的面前，电脑里。这个咖啡厅我经常来，这儿奶茶特别棒。我喝水。罗恩，罗主任。哎，罗主任，你发型今天挺帅的。我想，既然是周末，就不要去公司了。咖啡厅的气氛更适合星期六。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我觉得这儿挺好的。你的条件很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就我个人而言，特别是在收到你发回的调查表以后，我是很希望你能成为瑞晶的一员的。我也希望。瑞晶在中国的知名度还不是很大，在国外，毫不夸张地说，这绝对是很多人向往的大公司。我对贵公司也早有耳闻，希望我有能力加入到您的公司吧。我们看重的是创意和能力，相比较而言，学历倒不一定排在首位。因此，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来考核应聘者，希望你有心理准备。这个准备当然没问题。其实啊，以前我到过很多公司进行面试过，他们都把学历放在第一位。其实现在应用能力是最重要的，我是实力派。瑞晶公司的这套考核方式呢，是由专家根据我们公司对人才的要求量身设计的，已经用了很多年，为我们找到了很多具有潜力的人才。只要你有能力，我们就有信心。能力我当然有了。那考核什么时候开始？是问卷吗？还是调查表？沈先生很聪明。调查表是考核的第一个部分。今天是第一次面试，主要是对应聘者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通过的人呢，将会面对一次专业方面的考核。专业？那然后呢？只要你通过了专业考核，自然就知道了。希望我能通过。我也是这么希望的。对。这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设计的问卷，主要是针对性格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摸底，你不用担心。啊，最迟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得到答复。我们会发到你的邮箱里。喂，面试去了吗？吃饭去吧。嘿，你听他们的，他们说话有准吗？出来吧。哎，真不行，他们说要回来气儿就得进行笔试。哎，要不你找戴鑫玩去吧？戴鑫，我也找得着他算呢。不过这次你是真为哥们儿上心啊。那当然了。哎，哥们儿觉得有戏，机会来了得抓住，是不是？哎，等等。喂，人呢？哎，老杨，他们邮件真给我发过来了啊！我给你念念。尊敬的沈先生，
祝贺您通过了我们的第1次面试。你说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能过吧？请在阅读此邮件90分钟内，将下列的题目答案发至公司邮箱，过时无效。幸亏没跟你出去玩去。出题了，哎，什么题？说来听听。题目1，列出3种不易破解的密码设计理念。2，举例说明你创建网络防火墙的设计构思。没了，就这2道。哎，我怎么觉得这公司这么事儿啊？我觉得这公司不错，人家可是跨国公司。得，现在就为新东家说说话了啊！得，不打扰你了。行了，过时不候嘛。行了，答完了我垫你啊。我觉得这些题也没那么难呢。This is replied. Let me sing it to you right now. Very good. I'll give it to little H right away. We might be able to break through tonight.